大家好，如果一个花容月貌、聪明伶俐、努力上进的女孩，在6月份的时候不小心怀孕了，跟着不得不暂停所有的手头上的工作，开始安胎养胎，然后3个月后，也就是9月份的时候，奉子成婚，和心爱的男人匆匆忙忙之中扯了证，结了婚。只是由于未知的缘故，一直都没有举办婚礼。等到转年的3月份，孩子终于顺利出生了。结果，这个刚刚晋升为妈妈的女孩，在匆匆忙忙休养5个月后，再次着急忙慌的出来打工赚孩子的牛奶钱了。接着又不知什么原因，1年半后，她又匆匆离婚了。她和那个曾经深爱过的男人彼此都献上了最后的祝福。说到这儿，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您是感动母亲的伟大呢，还是唏嘘世态的炎凉呢？就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故事的主角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昵称颖宝的赵丽颖。从整个时间线我们可以看出，拼命的赵丽颖有多拼命。在一线的小花中，最努力的演员非她莫属。然而她从怀胎扯证到离婚，前后还不到3年。这段过程之中，她的感情出现过什么状况呢？她的婚姻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难过呢？这一切恐怕都只有当事人知道了。然而一些众所周知的蛛丝马迹、闲人碎语，还是可以让吃瓜的我们看出部分的端倪。在我看来，背后的真相至少有2点让人特别的感慨，唏嘘不已。首先，赵丽颖是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她凭借着实打实的完美的演技、超可爱的娃娃的圆脸，以及她一路都坚持不懈的打拼努力，成为了内娱一线顶流的明星。因此他跟王宝强一样，成为了亿万粉丝追捧的草根英雄和励志楷模，可谓实至名归。然而这么一个光芒四射的流量巨星，在整个从奉子结婚到缘尽收场的反转剧情中，从头到尾都扮演着一个相当被动、语焉不详的角色。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常理，赵丽颖、冯绍峰2个人金童玉女，珠联璧合，就算不像黄晓明那样包下展览中心宴请2000嘉宾，至少走走形式，一切从简，也可以走过场，对公众有个交代。毕竟当年2人的恩爱和幸福都是有目共睹的，理应得到所有人的祝福。结果呢，是没有结果。赵丽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吐露出7个字，算是敷衍过去，也就是因为怕铺张浪费。这理由很聪明，也很牵强和无奈。聪明是无懈可击，因为赵丽颖打小就在农村长大，知道钱财都是血汗，来之不易，所以一直都勤俭持家，能省就省。问题是赵丽颖也是相当大方的人，她经常身先士卒做善事，参加过无数次慈善晚会捐款，还出钱给自己的家乡修过路。所以知谦识俭的她也绝不会甘心情愿地把生命中最重要的环节都忽略掉。试问哪个女孩没有公主梦？哪个新娘不想披婚纱呢？因此没有婚礼的赵丽颖，是因为她碰上了一个阶级观念很深、门第想法难改的大户人家。因为她再红、再努力、再厉害，也无法改变自己农村的背景以及打小贫寒的出身。在讲究门当户对的高端人口当中，冯绍峰父母就算不是呼风唤雨的家族势力，也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士绅。家里唯一的独苗结婚了，居然连个像样的婚礼都不办。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无论赵丽颖家怎么想，冯绍峰家都不待见，因为怕丢脸。放眼整个中国，再没钱的人家操办几桌流水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何况这个10亿身家的冯公子呢？退1万步来说，就算冯家不想出这个钱，赵丽颖投点小钱，照样能风风光光的出嫁呀。婚礼是每一个女人一生一次的美好愿望，无论清贫还是富裕，无论简洁还是铺张，都是一个青春的符号和记忆的象征，最起码也是对女人的肯定和尊重。天底下真找不出多少拒办婚礼的人家出来。话说回头，冯家或许也有难言之隐，那就是感觉丢不起人。因为如果置办2个人的婚礼，就代表2大家庭的正式结合，也就是说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赵家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冯家最终要走到一块儿了。大家可以尽情的脑补一下这样的场景：当身光颈亮的少峰爸妈带着百达翡丽跟两手粗糙不善交际的亲家握手言欢客套敬酒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共同话题、共同语言、化学效应以及思想火花呢？这就是真实，这就是现实。因此赵丽颖在婚前就大方地表示过，自己最喜欢的婚礼方式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海边走走。她的背景词就是避免尴尬的情形出现。她甚至透露说，拍完结婚照就去苏梅岛，然后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不用再出来工作了。说实在的，这种构想很务实，也很可行，毕竟实力和财力都摆在那儿。然而结果呢？结果就是刚刚坐完月子不久的赵丽颖就匆匆忙忙的出来工作拍戏赚钱了。虽然赵丽颖就是个拼命三娘出身，干什么事都像玩命一样，这一点而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敬佩和尊重。然而敬佩和尊重的背后就是长长的叹息了，因为产后的女人最需要的就是被宠爱、被呵护、被照顾。然并卵的是，产后就付出，这正常吗？事业心比身心健康更重要吗？晋级为母亲后，因为孩子太小，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这个年轻的母亲，所以拼命的赵丽颖开始两头作战，一边是亲力亲为照顾孩子的一切，还要事无巨细；一边是工作压力没日没夜，非常的苦役。要知道，内娱的演艺圈其健忘度堪比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修罗场。原本想着喂马劈柴春暖花开的赵丽颖，急着产后复出，急着抓牢粉丝，到底是为了啥呢？很明显就是为了那与日俱增的强烈的不安全感，而且无论是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都如此。于是乎，长达51集的古装剧《有匪》在播出之后略平如潮，非常的遗憾。因为大家所看到的那个曾经漂亮无比、聪明灵动的女神赵丽颖，因为两头不着岸的沉重的压力，即便浓妆之下也遮掩不住丛生的疲惫。无论她那明显凹进去的眼窝，还是她那开始耷拉的双眼皮，甚至浓浓的眼妆后面她那双开始无神的大眼，都在向外界传递着一个字，叫累，或者说两个字，好累。产后的赵丽颖要接代言，要考驾照，要照顾家里屋外，要养家糊口，甚至比以前更忙碌了。吃瓜群众在她结婚送上祝福的时候，哪个不是发挥了十足的想象力，去想象赵丽颖生娃之后十指不沾阳春水，锦衣玉食爱相随，那种正牌富贵人家的尊享生活呢？因此现在的爱情故事已经没有了想象力，限制了想象力。赵丽颖的结婚离婚正正揭示了两个残酷的社会真相，一个是阶级观念所导致的扯证不完婚的隐形的现象，一个是女人产后就复工的显性的压力。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励志女神赵丽颖也无法幸免，因为婚姻不同于事业，可以设定若干的小目标，婚姻压根就没法一个人说了算。赵丽颖的事业是她一个人的事，赵丽颖的婚姻关乎两个人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两个人背后的两大家庭的事。门当户对或许是她的婚姻没有跨过的一道坎儿。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赵丽颖绝不是吃瓜群众眼中的傻白甜，她有着无数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和执着，聪明与冲劲儿。独立和自信的赵丽颖离婚后还是那么的独立和自信，暂时的挫折没法打垮她，死扛的倔强注定可以帮助她走过更多的高山低谷，突破更多的人生险阻。可以说，一部《知否》不仅成为了赵丽颖旱涝保收的长青作品，更带出了赵丽颖一长串的委屈和心路。
所以在一份最新的艺能界数字对比当中，这部作品依旧如常奉献出了不一样的影响和观感。就像王一博的无名注定绕不过各种第一部优缺的评判，乃至于影响深远。反正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就喜欢这种岁月的同行和记忆的留痕，因为人世间留存最久的就是快乐，您说对不？众所周知，杨幂、赵丽颖都是相当能扛收视的女演员，只要有她们主演的剧，无论剧情好坏，基本都能引起关注。而90后的迪丽热巴、杨紫则是新晋的收视女王，这些人的扛剧能力，曾万我也是经常提到，特别杨幂。现在又跑出一个新的对比画面，曾万我不得不再次详谈一下。从收视率的增幅能够看出来，同时段的剧集，如果比起前一档的戏收视是增加的，那代表这位演员很有号召力。有闲人士挖出了合共7位人气女星的扛剧表现大PK， 参考数据是依据2015年到2023开年的数字记录。那么您觉得现在如日中天、独占鳌头的赵丽颖，到底让杨幂多难受呢？不过话说回来，8年的总结，居然一位8五花，远超了众人的想象，不仅比杨幂更牛，甚至单部剧的表现，单挑赵丽颖的长青之否也不落下风。有时候知己知彼才能稳守巅峰，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都马虎不得。当然了，任何尬吹尬黑也都是拖后腿的存在。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春节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春节档的硝烟仍在继续，几部影片的票房仍然还在你追我赶，继续攀升。成尔执导的电影《无名》可以说是档期内争议最大的影片之一，其中主演王一博的表现更是成了漩涡中心，夸的骂的都有，讨论非常热闹。这也难怪王一博是如今文娱圈的当红炸子鸡，顶流小生，关注度本来就高。无名又是他第一部跟观众见面的大银幕作品，重要性可想而知。这几年鲜肉鲜花在业内和观众心中的评价争议多多，不少人都觉得流量们不会演戏。王一博大银幕首秀就进了万众瞩目的春节档，不光是才子导演成尔的顶级大制作，还要跟影帝梁朝伟飙戏，那一点都足够吸引眼球了。抛开各种场外因素，仅从《无名》这一部电影里的表现，不吹不黑，来谈谈王一博的演技，基本上3优3缺就能总结。首先，整体评价，王一博和电影《无名》的基调风格基本统一，完成了他所饰演角色叶秘书的人物塑造，且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总体而言，算是经受住了大银幕的考验。但这样说有一个前提，就是绝对不能忽视无名导演成尔的工作。成尔的作品都属于导演手法调度远远大于演员个人表现的这一类，演员在他的影片里和故事、场景、造型、音乐等一样，都只是一种元素，用以实现他的艺术表达。他在片场肯定享有最大话语权，演员怎么演，台词怎么讲，都在他的摆弄下进行。所以这次王一博呈现在无名里的状态，必定经过了成尔的精心摆弄和调教。怎么拍王一博，他哪个角度更好看，他怎么去表演效果更好，成尔一定花了很多心思。比如他在电影里的各种西装、风衣造型，结合精致的光影和镜头，确实非常养眼且很有腔调。这也跟王一博的自身优势有关，个子高，官是1.80米，头身比好，穿衣服确实好看。所以无名给了王一博和王传君2个高个子很多全身镜头，但像梁朝伟、大鹏就没那么多了。人气女星收视表现 PK1， 刘亦菲带动一部剧收视上涨。刘亦菲早年以《仙剑奇侠传1》《天龙八部》等剧走红，古装女神的形象深植人心。不过刘亦菲转战电影圈多年，直到近2年才终于以《梦华录》和《去有风的地方》2部剧回归小荧幕。《梦华录》是先网播，因此后来在电视上2轮播出时，收视表现没有想象中亮眼。《梦华录》是网播成绩比较好，该剧的网播量是腾讯2022年榜第3名呢。比较能评估刘亦菲收视表现的是《去有风的地方》。这部由刘亦菲搭档李现，是一部现代田园剧，采网台联播，在湖南卫视播出时，比起前一档剧《勇敢的翅膀》收视增幅了 29%。其实最近一直有人在讨论《去有风的地方》是不是扑了，因为收视率和网播量都没有同期的《向风而行》和《狂飙》那么亮眼。虽然《去有风的地方》没有到大爆的程度，但整体收视是涨的，豆瓣评分也高达 8.4， 是一部高品质好剧。人气女星收视表现 PK2， 刘诗诗带动2部剧收视上涨。刘诗诗与杨幂、赵丽颖等人都是的人气8五花，
不过自从婚后，刘诗诗减少了接戏的数量，刘诗诗拉台收视的表现没有像杨幂、赵丽颖那么强。刘诗诗近年主演的《流金岁月》和《亲爱的自己》，以及更早前的《那年青春我们正好》和《黎明决战》，和前一档剧的收视比起来都是下降的。特别是《亲爱的自己》正巧接档谭松韵的《以家人之名》，《以家人之名》是2020年的人气爆剧，而《亲爱的自己》对比之下收视是下跌的。近年刘诗诗只有古装剧《女医明妃传》有明显的大幅增长，较前剧增加了38%。如果可以这样爱，则是小幅增长。人气女星收视表现 PK3。迪丽热巴带动3部剧收视上涨，迪丽热巴和杨紫是公认的90后收视女王代表。她一共有《麻辣变形记》1001夜和《幸福触手可及》在湖南卫视播出，收视都是上涨的。其中搭档邓伦的爱情剧《1001夜》涨幅最多，上涨23%。这个榜单主要统计的是电视台的收视表现，其实迪丽热巴的收视表现主要都反映在网播量，像是她和杨洋合作的《你是我的荣耀》是2021年度热剧，拯救了该年暑期黄金档的大盘，而迪丽热巴近年主演的《长歌行》《与君初相识》都同样成功走热。迪丽热巴也是近3年累计有效播放量最高的女明星，没想到就连电视台的收视记录都如此亮眼。人气女星收视表现 PK4。杨紫带动4部剧收视上涨，杨紫可以说是90后收视女王的代表了。亲爱的、热爱的双台收视率破 1.2， 是一番双台破1的最年轻女演员。香蜜沉沉烬如霜也是一番卫视年冠，她同时也有多部网播量近100亿剧集，创造连续5年的作品收视率破1，3部作品双台破1的记录。而这几部剧对比前档剧收视率也都是大幅上涨，香蜜增加67%，亲爱的、热爱的增加79%。余生，请多指教，足足拉抬了93%，就连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大秧歌都比前剧增加了58%。杨紫的扛剧能力真的很好，大家只要看到是她演的戏就想看。人气女星收视表现 PK5， 杨幂带动5部剧收视上涨。杨幂一直都有收视女王的称号，她这几年接连爆了《宫》《古剑奇谭》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剧，无论是网播量或是收视表现都非常亮眼。杨幂同样是凭一己之力拉抬了多部剧的收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记录竟然不是最高呢，扶摇上涨169%，三生三世在几家电视台联播收视都是涨的，其中涨幅最高的在浙江卫视涨了149%，而亲爱的翻译官则是上涨了100%。谈判官和谢谢你医生没有前面几部剧涨幅那么大，但也是上涨的。杨幂共有5部剧，比起前档剧收视都是增加的，真的很能扛剧。杨幂也有收视下跌的剧，《胡珠夫人》、《暴风眼》和《筑梦情缘》3部剧是下跌的，也是杨幂的作品中话题度和口碑偏低的几部。王一博在无名中说了普通话、上海方言和日语。新闻报道说他学台词挺快，说明他有一定语言天赋，这对演员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优势。那么他的劣势是什么呢？首先，他虽然瘦，但脸上肉有点多，这点Zenwen我提到过多次了，特别是立体感，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回顾一下。所以呢，这次出镜面部留白比较多，在大银幕上看显得比较肿，可能做大表情也容易崩。再就是黑粉们喜欢批判的3白眼，这也被很多走过路过的吃瓜观众吐槽的。其实这次他的所谓3白眼还挺契合片中叶秘书这个角色的，一种阴郁风扑面而来，您 get 到了没？反正 Zenwan 我通过几个路透片段就已经深深领略到了。除此之外，就是表演经验不足和偶像包袱了。经验不足后天可以弥补，偶像包袱嘛，还得看他自己调整心态了。叶秘书在片中表面上是汪伪政府特务机关的一名职员打手，其真实身份则是中共地下党成员。如何塑造这一角色表面的稳重、能干、暴力和内在的隐忍、坚定和理想主义，是表演上的一大难点。这种复杂主要体现在他和未婚妻方小姐张静一世的感情线上。方小姐是个天真单纯的热血革命青年，每晚在舞厅引诱日本兵，并将其带到偏僻巷子，由埋伏在此的几位男同学动手处置。叶秘书知道方小姐和他的小伙伴的秘密行动，一直暗中保护。他想劝阻方小姐，结果被对方误解成汉奸。片中王一博
和张静怡有场吵架戏，戏剧张力还挺强。王一博把那种被恋人误解，但为了革命不得不隐瞒的压抑和无奈演得比较到位。叶秘书得知未婚妻惨死后的崩溃，王一博又是哭又是剧烈咳嗽，演得没问题。最后跟杀害未婚妻的朋友王队长对峙时，叶秘书听到朋友从背后的开枪声时，王一博把他内心的情绪转换演出来了。一开始是震惊，然后是难过、愤怒相交织，一秒落泪。深爱的恋人被最好的朋友杀害，好朋友还想从背后杀自己，这个人物也太惨了。不过王一博表现最出彩的还是他演出了身为卧底亦正亦邪的气质，比如他取代梁朝伟饰演的何主任成为新晋主任时一副野心勃勃的样子，还有他在卡车上冲着梁朝伟的邪魅一笑，威慑力十足，用手做出举枪爆头的动作挑衅梁朝伟，被不少影迷觉得有股小丑的疯狂和邪性。在这一点上，他的拉黑三白眼反而成为一个优势，让这个角色显得更加正邪莫测，更有韵味。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王一博在片中的打戏很拼，观赏效果也很好。他学舞蹈出身，协调性、柔韧性比一般人好太多，以后不妨多拍拍动作戏，应该很适合他。总之，王一博拍一部《无名》的收获，比他此前所有影视作品加起来还要多。从演技的角度看，他肯定比之前的自己大大进步，但要说跟片中梁朝伟、周迅等其他演员比，差距还是很明显的。比如成儿敢给梁朝伟、周迅长镜头和大特写，片中有一段梁朝伟劝降的长镜头，眼神、表情、台词无一不是精准的那种。更神奇的是，就算梁朝伟说的是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台词，但听上去特别有说服力。而周迅的大特写则让我们看到了她连睫毛都在演戏。那场她和丈夫重逢的戏，镜头里她的脸、眼皮、睫毛都在颤抖，非常令人动容。而这样的镜头目前依旧还不敢给王一博放大。当然话说回来，作为一名表演上的新人，王一博在进军电影之路的第一步迈得还不错，但这离不开导演的调教。如果他想在演员这条路上走得更好，需要进一步丢掉偶像包袱。至于如何丢掉，按我常说的2个字，就必须做到才行。人气女星收视表现 PK6， 唐嫣带动6部剧收视上涨，很多人都觉得唐嫣被低估了。虽然唐嫣经常被吐槽老是喜欢演傻白甜角色，但她主演的剧收视率仍高，她也很能扛剧，足足有6部剧比起前一档都是上涨的。唐嫣2015年的《何以笙箫默》是当年度的现象级爆款，在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联合首播，都带动收视大幅增长，在江苏卫视拉抬了71%的收视。该剧也是江苏卫视当年年冠，是首部单日网播量突破3亿的剧。但唐嫣更高的收视记录还是2016年的《锦绣未央》，该剧因为卷入抄袭风波，后续评价很低，但收视表现和网播量都十分亮眼，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收视率都破1，而且在北京卫视竟然较前一档剧增加了540%的收视，这数字很惊人。而像是被嘲得很惨的《克拉恋人》，其实收视表现也是涨的，增幅有116%呢。还有《千金女贼》、燕云台和归原来，因着唐嫣，收视较前一档剧也是上涨的。唐嫣真的是被低估了。人气女星收视表现 PK7，赵丽颖带动8部剧收视上涨。赵丽颖这几年已经累积了太多经典作品，《楚乔传》、《花千骨》、《知否》、《姗姗来了》。赵丽颖已经累计9部电视剧播放量都破100亿。在收视方面，赵丽颖的扛剧功力同样不是盖的，每一部几乎都是有效播出，都成功带动收视上涨。其中涨幅最多的是《花千骨》和《知否》，《知否》比起前作足足拉抬了280%的收视率呢。而去年赵丽颖2部转型之作的成绩也不错，《幸福到万家》和前一档的《林深见鹿》相比，增幅了62%的收视。《风吹半夏》在浙江卫视与前一档《大博弈》相比，增幅是104%。另外，赵丽颖主演的《加油吧实习生》、《楚乔传》、《胭脂》、你是我的倾城时光，收视也都是上涨的。赵丽颖真的是当之无愧的收视女王。总之，这次的横屏加纵屏，很多的历史都历历在目，重现了眼前。杨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拉抬149%，赵丽颖《知否》拉抬280%，而唐嫣完全是被低估了。所以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也是感慨，江湖逆风不进则退，如同有匪。